各位，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軍方呢一向是善於藏拙的，往往呢它這個亮相出來的已經是落後的了，叫做什麼呢？叫做這個服役一代，叫儲備一代，研制一代，那意思是吧？反正是你只要亮相呢，至少得落後2代的，比那个最新先进的那个東西落后2代的了。大家都知道啊，中國在潛艇方面呢，比美國這是唯一的短板，因為美國的這種潛艇的數量呢，還遠勝於中國啊。在這個核潛艇的質量上呢，中國呢現在也在追趕。大家都知道，在造啊這個中國的095型的核潛艇，可是呢，美國的衛星又拍到了，其實中國有2款攻擊性的核潛艇同時在造，而且呢，他拍到的這一艘呢，美國的媒體現在都不敢信，說這個玩意兒它就沒有殼體啊，那就像個光杆魚雷一樣啊，萬噸的光杆魚雷你見過嗎？這可把美國的軍方又給嚇着了。6月3號，法國和美國的2國的知名的軍事媒體啊，美國的戰區網站、法國的海軍新聞、漢艦的同時報道一件事兒，通過衛星圖像顯示，中國南方的某造船廠下水了一艘全新的攻擊核潛艇，而且該潛艇呢全身都是新技術他們直接就點出來了，這是在中國的南方造船廠。一般南方造船廠是不造潛艇的，但是他造的這個東西可太嚇人了。他們預估這艘潛艇的長度在120米左右，寬度大約11米，排水量達到1萬噸，屬於大型的攻擊性的核潛艇，其戰略意義不亞於中國的055大驅。通過衛星圖像來看，這艘潛艇外形上就非常的與眾不同，採用了無尾殼的設計，也就是說這艘潛艇沒有傳統的潛艇突出的尾殼，只有一個非常小的凸起，看來就像一根黃瓜一樣。1萬噸的大黃瓜你見過嗎？雖然這不算是物理意義上的絕對的圓柱體，但這比相比傳統的潛艇那可是巨大的創新了。你要知道，潛艇上這個唯一凸起的尾殼對潛艇的隱身、靜音都有很大的影響，也出現了諸如填充尾殼角啊、低矮化設計等多種方式，試圖降低尾殼對這個潛艇的影響。而尾殼的作用呢，就是指揮塔，主要是搭建出一個較高的平台，集成通信、傳感器、光電桅杆等等，還要負責安裝尾殼舵，保證航向。取消掉尾殼意味着以上的系統那麼有先進的集成辦法了，要麼就能夠通過別的方式實現。總之，有人在潛艇上的這個，就是說在潛艇上取消尾殼，這個難度可不是一般的高啊。不過全球呢，尚未有任何一款有人的潛艇完全取消掉了尾殼。目前出現的國產潛艇是全球首創。那有人說，那能不能是一艘無人的潛航器呢？我就問你，你家的無人潛航器1萬噸吶？那1萬噸的無人潛航器，那毀滅半個星球的核彈都夠裝了吧？那不可能是無人潛航器，各位啊。其實呢，8年前呢就出現過這麼一艘無尾殼的潛艇，可能當時呢中國就在測試其相關的技術了。不過當時呢還有着這種叫做挺手舵，現在呢開發結果更先進，尾殼沒有了，挺手舵也取消了。除了無尾殼技術，什麼 X 尾舵以及泵推也都有，放在這艘新潛艇上都顯得是常規操作了。預計這艘潛艇的靜音和隱身能力會達到一個很恐怖的數值，被聲納探測
可能性會降低幾個數量級，或許會用於遠海的長距離的隱秘的突防，甚至是進入敵方的海岸線附近進行伏擊或者是戰略威懾。而法國媒體認為呢，之前另一艘095型的攻击核潛艇長度稍短一些，大約110米，設計風格更加傳統，猜測是用於航母編隊護航以及常規的對地打擊。和這個095相比又先進了一步。不過最讓這些外媒坐不住的就是中國竟然悄无声息的同时建造2個型號的10000噸級的核潛艇，其中還有一種是顛覆了目前技術的無尾壳的潛艇。你要知道，美國現在引以为傲的就是水下力量了，多次的这個兵推結果都是美國的航母遭受重創，但是利用潛艇的優勢獲勝了。美國的印太總司令帕帕羅也多次強調美國水下力量在印太的重要作用。現在看來，美國夢想中唯一能夠依靠的武器也靠不住了。潛艇領域中國已經是反超了，這還要感謝美國搞的第一島鏈讓中國的潛艇進入大洋非常不便。只有玩命的升級潛艇技術，最終在技術上實現了突破性的進展。這點和最近出現的這個掏芯片技術其實也差不多。按照美國戰區網站的說法呢，現在095型和095B 型2種型號的10000噸級的潛艇同時下水，而美國的核潛艇的年產量截止到2026年，也就是 1.1 到 1.3 艘，每年2艘都達不到，更不要說什麼技術創新，哪怕是守住原有的數量和技術水平也做不到。前不久美國的一艘洛杉磯级的核潛艇直接修不好就放棄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差距有多大了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潛艇走出了新路子，不需要再按照西方的模式亦步亦趨了。这種創新精神，這種出奇制勝的心態，在未來的戰爭中的意義甚至是超過了這艘潛艇本身。總的來說吧，看到這艘無尾殼的潛艇亮相，這是非常震驚的，但是呢又釋然了。畢竟現在的空軍都有了殲50、殲36 6代機了，陸軍有各種無人機和機器人，還有2款的4代的重型坦克，海軍方面也有殲35、076兩棲電和004航母。中國的水下力量進入了自由王國，那不也是遲早的事兒嗎？對吧？中國的底子呢是薄了一點，可是架不住美國願意在前邊等啊。現在是時候把美國人甩在身後了，而且是全方位不留死角的超越。點讚訂閱，下期再聊。